大家好，这一间猪舍的隔间呢，因为近几年隔壁婶婶曾经在此养过鸡除了有改搭的屋顶，清理起来也相对容易许多。因为下方晒不到太阳，草的数量也就比较少，而内部原本就有排水设计，要进行清洗也容易紧邻在一旁的这间内部多了一组猪笼，考据是母猪生完小猪后，得先关在猪笼，避免去压到小猪前方还可以看到水泥地面的多组猪笼都有利用水泥焊在地面上。结果要清理这间时，试探性的推看，才意外发现这组猪笼竟然可以推动那整理就可以更为单纯，空间利用上也更有弹性。而此处的隔间墙没有留中空的缝隙，隔壁间还是水泥地面，可以在砖墙的两侧各做一组菜床。由于砖墙旁的高大砖柱都还在只要拉上铁丝就可以有非常稳固的棚架。比如说小番茄或是小黄瓜，内部清理干净后，就可以让小孩子自己进来拔，这感觉比夏天好上许多了。虽然说小孩子回来时就喜欢往老家这边跑，不过再有趣一点，又会是另一种感觉。而因为地面就有现成铺设砖头或水泥，这也是为何愿意花时间下去整理的一大原因这好好整理过一遍，光除草这件事，日后种植也会比菜地更轻松非常多，感觉就像是顶楼种植的做法。至于上方若是要进行遮阳，种植多年生的作物，比如百香果也不错目前的想法算是帮蛋鸡的活动空间进行布局。虽然目前盘算不会养太多只但是蛋鸡可以活动的空间，希望会有几个隔间可以跑动。而弹性的做法，显然前人已经做过在格局上本想同理类推，却立即被推翻掉这猪食的喂食槽竟然只有喂食的入口，格局完全跟日前收集老黑土与蚯蚓的设计不同。想了一下差别，就是这间多了猪笼那下方的喂食槽应该就是被敲掉了。再次回头翻看，果然与猜测的相同。为了摆进猪笼，敲掉了一点喂食槽，又在一旁增建了小喂食槽所以得调整一下工序。先将隔壁间比较完整的瓦片，采用平摆的方式堆砌出菜床。平摆的好处，容易依据土壤调整高度之外，当有需要使用到瓦片时，也方便取用。这些瓦片年代更为久远若是有意愿购买，个人是可以想办法刻上康熙或乾隆时期官僚所生产的瓦片这样的说法，且看拿瓦是否同意问法不同，结果也会不同。比如说这样满不满意？这样做有没有意见？往正面解读，可以强化认同感。接续回到预计拿来堆放碎瓦片的这间，这龙柏的粗枝条大概已经被锯下半年，最大的麻烦是挡住了取水的巷子这也可能是隔壁婶婶种紫豇豆种到意兴阑珊的原因，所以之前才在菜园里先整出一条方便取水的便道。墙外的这一棵龙柏，则在台风时被吹倒了。目前看起来光线好很多，而因为回老家这边辈分小，加上乡下老人居多，能自己来就默默慢慢做了。反正锯断后调过来这一边就纳为责任区乐观的想，这相对于荒野求生算是非常轻松了。而这上方因为缠绕了火龙果的枝条，带刺的枝条清理比较麻烦
是过往没有自己种的原因。不过可能时候到了啦，冥冥中的安排，其他隔间攀爬的野生火龙果，是时候该拉下来进行整理了。而这间用来堆放碎瓦片，感觉安排的还不错啦。这一旁的豇豆被台风吹倒后，从内侧就可以采收。再继续堆放碎瓦片垫高后，要拔豇豆也比较简单啦。另外要做翻墙的动作，可以更容易跨出去啊。顺道将走道上方的一些藤蔓修剪后，走道已经可以很容易行走，整个场域明显亮了许多了。这一旁的豇豆，隔壁婶婶说懒得采收了。目前菜价还算高之外，选择性也比较少啊，就加减帮忙浇水，顺道采收。一天可以采收2次，一次的量就很够一餐了。日后将碎瓦片堆砌进来后，采收会更方便。这一旁的空间还比一个隔间大，可堪使用啊。以上是猪舍收拾进度，谢谢收看。